相传吴郡有3害：南山专吃人心的狐妖，西救化蛟为龙的长虫，还有一个周处的少年。此人武艺高强，不修行迹，纵情私欲，横行乡里。10年前，南山狐妖在虎王的带领下，与人类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人虎大战。一时间，百姓流离失所，生灵涂炭。也许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一块蕴含神力的天星石落于吴郡城外。有年周处上前查看，不料这石头突然射出数道流光，钻入周处体内。这时周处父亲周访一刀斩断流光，将这蕴含神力的天星石打造了一副天星甲和一把天星刀。凭借2把神器对抗虎王，可惜凡人之躯终不是虎王的对手。为保护人类最后一方净土，周访借力天星甲耗尽生命，筑成暴风川，封印吴郡城，这才保住吴郡10年相安无事。可这一日，吴郡城外30里，专门收养孤儿的福安寺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女孩开门查看，本以为是只猫，可刚一回头，一只白虎出现在面前。小妹妹，来跟哥哥一起玩。狐妖闯入今天要吃人了！菩萨下莲，菩萨下莲，狐妖来了，快救救我们！小和尚话音未落，整个山头都开始剧烈震动。突然，一道黑影从天而降，落得一只魏如天神下凡。他是谁呀？小周处在星界10里8方称霸王。菩萨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怎么派了个更狠的？周处喝下一口酒，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。狐妖哪里受过这般委屈，张开大嘴就要咬死周处。周处咣当一脚，狐妖被蹬飞数十米，他浑身抽搐起身，周身妖气环绕。狐妖化为原形，冲出妖气，直接一头撞飞周处。可周处体内蕴含天星之力，待到狐妖2次进攻，直接按住虎头，一脚蹬下悬崖。突然，一股寒流从4面8方袭来，烟雾中，寒流凝为冰柱，攻向周处。只见他2臂举于胸前，一招土流壁之术将冰柱化解。可惜睁眼的瞬间，被狐妖直接撞飞。狐妖潜伏在他身后，等周处起身，趁其不备，张开大口，又是一拳。狐妖再无抵挡之力，他领起狐妖无情摔打，连老和尚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个狐妖法已破，他无力再伤人，你就让他去吧。你竟然敢杀我凤王来了，叫你们人头落地！话音未落，虎王至死直接命丧当场。这便是周处为什么会被百姓称为第3害。自从拥有天星之力，他总是不计后果的除魔卫道。很快，虎王便收到了儿子惨死的消息。虎王当即表示，从来只有我们欺负人，没人敢欺负我们。他放出无数悬赏令，命令所有妖族加速寻找进入吴郡结界的入口，为少主报仇。与此同时，一支猎狐小队听闻福安寺有虎妖，特来降妖除魔。可惜晚了一步，老和尚将事情经过告诉众人。猎狐队长莫力听闻周处有天星之力，便想让他加入猎狐队，一起屠虎灭妖。随后便来到吴郡的结界入口，他按老和尚教他的办法冲破幻象，成功来到了吴郡城。可随他而来的还有西九那条化蛟为龙的长虫。蛇妖闯入城中，百姓吓得四散奔逃。可下一秒，蛇妖直接被抽离塔楼，而后又被重重摔在地上。又是周处，他帮百姓灭了蛇妖，但在百姓口中，他就是灾星降世。前2天他打死了虎王之子，今天蛇妖就闯进了吴郡城。此时吴郡城主之子程虎带领上百名小弟，要将这个灾星赶出吴郡城。周处并没有过多反抗，被擒后表现得一脸轻松。随后木棒、砖头、各色武器直接砸在他头上，周处连眼睛都没眨一下。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他突然挣断铁链，走到程虎面前，一招猴子偷桃，而后咣当一脚。这时手下给程虎送来武器，程虎刚拉好架势，周处头一低，嘣的一声，还好程将军及时出面阻止。玩够了吗？初儿，但这一切都被城路上的茉莉看在了眼里。事后他找到了周处，告诉他虎王必定回来吴郡复仇，只有身怀天星之力的周处才能与其抗衡。而周处自是神力非凡，什么虎王蛇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当晚，一支前往吴郡的押镖队伍在一家酒馆被虎妖所擒，虎王用妖力控制他们闯进了吴郡城的结界。次日，周处在酒馆喝酒时，听酒馆的人说，程将军昨日受他一击，回家后就暴毙而亡。周处来到城府吊唁，城府上下100余人无不对他恨之入骨。程虎一声令下，数百支弩箭射来，而周处的身上似有一道屏障，弩箭卸力后尽数落地。灵堂上，程虎轻蔑一笑，直接用出了程家的伏虎重弩。可此时门外传来了一声低吟：“周处在哪儿？我是。听说你打了一只虎，还活着吗？是了。”百兽之王亲临，周处依然大言不惭，结果直接被一把锁喉重重砸在地上。跟你父亲相比，
这是虎王和周楚的第一次正面交锋，一个是杀父之仇，一个是杀子之恨。周楚被一拳打进墙里，顺势一跃而起，但面对虎王，他的天行之力，无论速度还是力量，根本就伤不了对方。他本想把虎王的头砸进墙里，结果虎王反手按住他的头，狠狠地砸向墙面。眼见物理攻击对周楚造不成多大伤害，四面八方的纸瞬间向他飞来，慢慢在虎王身前形成了一只虎头。而周楚也将力量汇于头顶，一声怒吼，身体迅速飞出，迎面的虎头被冲破，可惜刚到虎王面前就被一拳干倒在地。城府的手下射出伏虎重弩，刚好成了虎王的兵器。他将弩箭缠绕在手，狠狠砸在周楚身上。最后一拳更是虎躯一震，使出了洪荒之力。终于，周楚体内的天行之力化成了流光飞走，而周楚被虎王提到半空，一把扔出百里开外，没了天行护体。这一次，周楚死定了。随后，虎王直接腾空而起，天上乌云密布，在他头顶形成了一道漩涡，刹那间天雷滚滚。守护吴军10年的暴风川结界被彻底打破，城虎立刻对虎王俯首称臣。他替虎王对城中百姓烧杀抢掠，一时间恶虎当道，生灵涂炭。茉莉找遍吴郡四周，始终找不到周楚的尸骨，只能来到福安寺替周楚祈祷。一朵红色花瓣从他身边飞过，穿过数百里后，就真的找到了废墟中的周楚。周楚猛然惊醒，只觉浑身散架般的疼痛，他挣扎起身来到城中面馆，却听到门外的乞丐嘴里一直念叨着一句话：吴郡有3害，南山白虎、西九蛟龙，还有周楚。老板娘告诉周楚，10年前周楚为了杀鳗鱼精打翻了他的船，导致他的老婆淹死。自那以后，这人就疯了，成为乞丐。你认识周楚吗？周楚那个混小子谁不认识啊？总是为了救一个人，伤了一群人。我相信他的本意是善良的。晚上，周楚来到吴郡城外，发现城内狼烟四起，百姓房屋尽数被毁。周楚终于决定要肩负起杀虎伏妖的任务。如今想对付虎王，只有父亲的天行甲和天行刀能与之一战。周楚偷偷回到家里，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密室入口，但他刚要进去，城虎突然出现。原来他一直暗中监视周楚，就是为了等他拿出天行甲和天行刀。一群人一拥而上，屋顶上一道人影闪过，茉莉扔出2把飞刀，落地后立即短腿横扫，众人被浓烟击退。他一把将周楚推进密室，随即关上了密室入口。面对几十人的围攻，茉莉丝毫不惧。周楚来到密室内部，找到了2把神器，天行甲直接吸附在他身上，而被打散的天行之力也尽数回到周楚体内。金光散去，周楚伤已痊愈。园内的茉莉眼看就要被城虎砍死，直接被周楚一脚踢飞。他把茉莉安顿在家里，走出屋外。这次他要和虎王决一死战，而虎王则来到了儿子被打死的福安寺。他杀了庙里所有人，还要求和尚为他的儿子超度。突然周楚杀到，几只白虎顿时向他扑来，直接被他一脚震退。虎王单手一挥，一只灯塔瞬间砸来，密室的天行刀突然腾空而起，嗖一下就到了周楚手中，直接一刀劈碎灯塔。虎王单手凝气，也召唤出了自己的武器。二人大战数百回合，2把武器旗鼓相当，炸成了粉末。虎王虎躯一震，吐出100丈烈焰，没想到被周楚一时击破。虎王被彻底激怒，抓起周楚直接把他砸进地底。眼见周楚身着天行甲，普通攻击根本没用，虎王直接开启了大招。他慢慢升至天际，以妖力再次驱使9天惊雷。得不臣服！天以副手，地以称臣，你怎么赢得了天地？天雷地火，我一人扛！周楚将所有雷电全部引到自己身上，天行甲被击成碎片，但下一秒碎片竟化成了天行之力，钻进了他的体内。一直不顾后果、争强好胜的周楚，终于在此刻顿悟：我现在不想赢，不能输。最终，周楚化身天行与虎王相撞，同归于尽。